杀手分为很多种，这么美的女杀手你绝对没见过，身手世界一流。别看她的外表娇小可爱，她可不好惹。拿起加特林就是一阵猛烈射击，还发射导弹。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杀死这只怪物。长着圆圆的黄色大脑袋以及黏滑的触角，他是这个班级的老师，拥有超强的破坏力。月球被他撞了个大洞，他自认为是无敌的存在。如果学生在毕业前没把他杀掉，他将毁灭地球。如果杀掉了，就会获得100亿。想杀掉这个老师谈何容易？班上的学生每人一把枪，无数的子弹射向他，都能轻松躲过。他的速度堪比光速，能在空中任意飞行。学生们要用尽一切办法杀死怪物。这天，小帅把刀藏在试卷后面，想趁老师不备来一个偷袭。这小把戏被老师一眼识破。这一切没那么简单。只见小帅胸前绑着一个炸弹，地上出现一层皮，他们都以为暗杀成功，实际上是老师褪下的皮。每个月能够使用1次来抵挡炸弹的威力。他们成功的惹怒了老师，这次的行动以失败告终。学生们尝试很多方法来暗杀老师，可是都没有成功。这天来了一个新同学，他叫小伟。刚来的第一天就给老师一个下马威，手上沾满对老师有效的刀片，以为暗杀他非常的容易。在烹饪课上，小伟把煮沸的汤泼向老师，他以光速给小伟穿上了花裙，汤却被他在空中全部喝掉。小伟又想到一个妙计，用自杀的方式让老师来救他，趁机用枪暗杀。可是老师直接围成了一个蜘蛛网，小伟被牢牢地粘在上面。这次的行动还是失败了。日本防务省认为这些学生根本就暗杀不了这只怪物，于是决定派遣一位转校生，他就是一个机器人，能召唤出很多重型武器，锁定老师这个目标，开始疯狂射击。可是这样根本就碰不到老师，这对他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。经过一次次的重新规划弹道，一次次的射击，地上布满了子弹，可还是没有伤到老师一根毫毛。而就在这天，一个不速之客降临，他自认为比老师更加的厉害。从外面还来了一个全身穿着白衣服的人，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打败老师，准备在教室展开一场决斗。在规定时间内，谁踏出范围则算失败。比赛一开始，白毛就展现出厉害的一面，一下就斩断老师的一只触角。原来他的头上长满了触角，难怪那么有自信。老师彻底的发怒了，双方即将展开大战。白毛的攻击甚是凶猛，破坏力极强，老师只好发动蜕皮技能抵挡住攻击，也因此变得非常的虚弱。无论是蜕皮还是重生触角，都需要消耗巨大的能量，这样会导致老师的速度变得非常慢。白毛再次发动攻击，他勉强的躲过，可最终还是被白毛割下触角。眼看老师就要被白毛打败，小帅拿出克制怪物的匕首，白毛发动最后一击，触角正好打在匕首上，他失去了战斗力，被老师用皮包住，直接甩向外面。白衣服只好带着白毛离开。老师看着学生的暗杀技能也太差了，开始对学生进行暗杀集训。你见过这样用心的老师吗？利用分身技能对学生进行1对1的辅导。学生英语很差，带他漂洋过海到好莱坞学习英文。地理不好的学生就被带到外太空计算万里长城的高度，历史不好的则是被带到埃及，成绩想不好都难。还有这位英语老师拥有完美的身材，这只是他的副业，他是一名顶级女杀手。还有专门训练学生的暗杀技能的老师，他是防务省特种兵的队长，对每一位学生的技能进行分析，好强化他们的弱点。这一切都是为了能早日完成暗杀怪物的计划，防止他破坏地球。为了更好的完成暗杀，同学们都住在一起。英语老师在给女学生讲她的恋爱故事，怪物老师竟然也扮成女学生偷听。他一声令下，女学生开始展开暗杀行动，可怪物老师已经消失不见。这天新来了一个教官英刚，代替乌间老师的位置。别看这位教官外表非常热情，给学生带来了蛋糕拉拢关系。在训练的过程中，一位女生因为腹痛不能继续的训练，她走上前叫女生继续的训练，可是她实在是跑不动了，还说出更想上乌间老师的课。英刚反手就是一巴掌，女生重重的摔在地上。刚要再次出拳的时候，被乌间老师拦下。英刚向他提出，如果你的学生能打败我，就会离开这里。乌间老师走向了小帅，让他完成这次挑战。小帅的外表看上去十分的懦弱，英刚根本就不放在眼里，没想到竟然被小帅偷袭成功，他只好很不服气的离开了。很快就迎来了期末考试，他为学生制定了暗杀礼物，只要每一科获得年级第1的学生，可以获得破坏老师一根触手的权利。失去触手，他的行动速度会下降，分身也无法召唤更多。于是每个人都开始奋发学习，争取每科都考满分。怪物老师非常喜欢偷看英语老师，
很快就到了期末成绩公布的时候，有6个人拿了满分，那就要破坏老师6根触角。学生们欢呼雀跃，这次暗杀行动他们一定会成功。学生们开始准备明天的暗杀大会，从黑板后面拿出手枪，地板下面取出长枪，每人配上匕首。暗杀大会正式开始。怪物老师被绑住，还准备了许多的水。原来他害怕水，先破坏触角，使他的动作缓慢，然后再把他关进水牢里，这样就会万无一失。同学们开始行动，用枪射断老师的触角，接着用水枪困住老师，最后对老师进行致命一击。只见一阵巨大的爆炸，怪物老师能逃过这一劫吗？失去6根触角，被最害怕的水牢困住，还有致命的一击。只见一阵巨大的爆炸，怪物老师消失不见，竟然变成了一个圆球。原来这个是他的安全防御状态，能反弹水，不惧怕任何攻击，就算核弹也不能伤他分毫。持续时间为24小时。就在这时，许多同学莫名的倒下，还发起了高烧。突然，一辆车破墙而出，银刚带着手下前来报仇，在同学们喝的饮料中下了病毒，一旦感染3天就会没命，解药只有2瓶，而且在他的手上。上一次和小帅的对决让他彻底的失去颜面。突然，一根触角向屋间发起进攻，白毛也和银刚一同前来，他的目标是小帅手上的怪物老师。他们现在只有逃跑。英语老师赶紧上前搀扶屋间，只能看着银刚为所欲为，没有一点办法。小帅为了躲避白毛的追杀，爬向了电塔高处，一根触角斩断了扶梯，小帅差点掉了下去。他只好把手中的老师交给小伟，让他继续的往上爬。可是白毛瞬间就来到电塔上面，面对强劲的对手，小伟只好拿出匕首来防御。可是很快匕首就被打了下去。小伟的闪躲技能还是非常厉害的，不管白毛怎么攻击都没有击中。但是电塔上的活动范围有限，很快就被白毛打了下去。幸好落到了一个平台上。这时小帅的扶梯也快支持不住，他鼓起勇气跳到了平台上。2个人通过传球的方式戏耍白毛，他彻底的愤怒了，头上的触角蠢蠢欲动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阵电闪雷鸣，突然下起了暴雨。白毛也非常的害怕水，小帅走上前割断了白毛头上的触角。原来暗杀大会这天，小帅早就知道会下雨，还没等他们高兴，一位女同学就被银刚给抓了。小帅立马的赶到这里，要救下这个女孩的条件就是交出手中的老师。小帅只好下跪求饶。银刚看到这一幕，内心的气焰终于消减不少，用脚狠狠的踩小帅的头。这个时候，手机突然响了，小帅露出笑容，把手中的老师交给他。等银刚一打开，里面竟然是一个球。原来小帅这样做是为了争取时间，让同学配出解药。英语老师终于出了口恶气，银刚的手下也被抓，现在他没有任何反抗的力量，被学生们轻松的制服。这时防卫省的军队赶来，趁着这个时候消灭怪物老师。军队准备了核弹也炸不开的掩体，怪物老师就被关在里面，周围填满了特制子弹。随后一阵巨响，核弹爆炸。学生们此刻有点舍不得怪物老师，都流下了泪水。这一路走来，给了他们太多的欢乐。就在这时，一只熟悉的触角再次出现，怪物老师还没有被消灭，看来这场暗杀游戏还要继续下去。